社报道，以延安领袖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国民政府代表，经过43天的谈判，于10月10日民国国庆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。纪要列入了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：政治民主化、国民大会、人民自由、党派合法化、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、地方自治、军队国家化、解放区地方政府。司令，谈判是做给舆论看的，可不能迷惑了国民党的高级将领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你的高论才是真话？想当年楚霸王项羽关中封王，将刘邦逼入汉中，蛮荒之地加以束缚。国民政府效仿古人，也想把共党逼入延安弹丸之地。不失为是个高明之举，可是共党呢，却是不上这个套。为了贯彻中央精神，避免内战，支队决定让出上清江解放区，主力向北做战略转移。我们已经做出了最大的让步，但国民党的胃口却同我们大相径庭。他们企图利用谈判做幌子，迫使我们放下武器，全歼我们。国民党三江挺进纵队是这次大打出手的主力，司令官是我们的老相识真妹子，正从西北方向压迫我上清江根据地。其他国民党军也从东南方向的金沙湘北对我军形成合围之势。狭路相逢，我们今天要正式领教国民党军的挑衅。国共双方都不是傻子，明知谈不出什么结果，却在此烟雾下调兵遣将，占据要地，为动武做准备。不新鲜，咱们这不是上路了吗？好啊，那我就对司令说点新鲜的。我跟你透露，国府同中共签署谈判纪要的第2天，军部就下发了剿匪手册，很快会散发全军。其内容条例完全是当年围剿红匪苏区的原版。不出3个月半年，共党的势力就会在中国消失殆尽。不是什么情况？马凳子，去把那山鸡捡回来。到了洪江镇，我跟柳栓就有一顿好餐了。哦，好。司令，各友军部队均已到达指定地点，战区电令我纵队加快行军速度，择地驻防，堵住上清江新四军出山的通道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战区的意思很清楚，我纵队是此次清剿的主力，同新四军谈判，务必要立场坚定，勒令他们让出地盘，交出武装，接受整编，否则全歼于上清江。我怎么打仗还要你教吗？听了你一路的废话。不是，山鸡，拿上去。哎，参谋长，纵队主力扎营，构筑工事，卫队随我去洪江镇。是。双儿，明晨你们独立团主动遭遇国民党三江纵队，只要你们打得坚定，不怕牺牲，就一定能够吸引住上清江所有国民党进剿军的围追堵截。而与此同时，支队主力也会利用你们的掩护跳出包围圈，北上，贯彻执行中央新四军北上计划的战略。请司令员放心，我们一定能够打出主力的气势，迷惑住国民党，掩护主力突围。这我相信你们，但是我很担心，在数十倍敌人的围追堵截中，你们独立团的安危。你们完成诱敌任务以后，要尽量保存实力，在上清江坚持敌后斗争。
总有一天，新四军会打回来，我凌风也会同你们再一次相聚。你们2位独立团的主帅，临别之际，能不能向我这个支队司令坦白一件事情？你们2位苦练多年，并且有了个女儿，为什么还要偷偷摸摸的？公开关系，大大方方的结成一对革命夫妇，携手为我们这支光荣的部队在上清江坚持敌后抗战，共同抚育女儿的成长，让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。临别之际，我这个你们的大哥挚友，愿意作为你们的证婚人，为你们操持一个隆重的婚礼，对你们新生活的开始，我表示祝福。怎么，你们2位难道不愿意接受我这个大哥挚友的建议，不给这个情面？司令员，我还要先回独立团，做一个战前准备。我先走了。司令员，我也许能替双儿给您一个解释。正如您刚才所言，双儿是对已故秦少武不能忘怀的心理障碍。你替双儿解释，可你的解释又是什么呢？尊重选择，也许比拥有更好。柏拉图，司令员，您怎么理解都可以。毋庸置疑，我确实曾经因为双儿跟孩子的事情痛苦过很长时间，甚至痛责过双儿的无情。可是我现在只剩下理解和尊重。看来对我这个老大哥挚友来说，尊重和理解也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了。但你们的一场婚礼是免不了的，你需通知双儿，这是需要和命令。你好，欢迎你们。各位请吧。看这阵势闹得红红火火的，新四军是没有撤离上清江的打算呢。本是同根抗战，相煎何急？可是上命难违啊！我们此来也是秉承着两党重庆谈判纪要的精神，和平接管上清江。林司令，中共代表明确表示，愿意交出分布在南方的13个根据地，这其中也包括了湖北。和平接管，何要以数万大军从四面八方兴师动众地压迫上清江根据地？请解释，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军事态势？好吧，那兄弟我就照本宣科。战区命令，新四军不但要交出武器，还要交出地盘，由国军统一指挥或就地遣散为民，这也是我们秉承的谈判精神。对此无理要求，我方代表已经拒绝。很遗憾，同国
军分庭抗礼，只能被视作叛军，给予歼灭。展上校，这才是你们这次来谈判的庐山真面目。连司令，我挺军纵队的骨干，全是黑风洞昔日的弟兄，而且有许多人曾经投奔过红区。哼，可遗憾的是，本来我们都可以成为你的手下，是你们把我们逼成了对手。连司令，我的弟兄们都憋着一股火，想要消灭你们。精彩，夫人说的精彩。真妹子，你把我们的一段误会扩大成了一种仇恨，现在又以挑衅的口吻向我宣泄。好吧，我正告你，此次兵发上清江，你的挺进纵队是国民党军的主力，我们的态度是，根据地是新四军的将士用鲜血和生命从日寇手中夺下来的，新四军武装是在正义的战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，没有人能够剥夺它的生存空间。我们的原则是：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。林司令，这就是你对谈判代表最后的态度。展上校孤陋寡闻，这是我党的领袖毛泽东对一切敢于来犯之敌的原则和态度。司令，我看我们可以返回部队了。新四军的战友们，上清江的乡亲们，演出暂时停止。下面为大家插进来一个更加精彩的节目，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万分的惊喜，掌声欢迎！战友们、乡亲们，我宣布，柳少尔同志和宋岩同志的新婚仪式正式开始。下面有请司令员凌峰同志为新人主婚。战友们、乡亲们，柳双儿和宋岩在上清江，同你们是家喻户晓的老熟人了。可是少有人知啊，他们更是一对苦练多年，将青春和幸福奉献给上清江革命斗争事业的有情人。俗话说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经历了考验的苦练，会更甜美。今天借这个欢乐的场面，我凌峰作为证婚人来主持这场婚礼，同战友们、乡亲们一道，为新人祝福，祝他们在革命的事业中互助恩爱，白头偕老。两位新人，给战友们、乡亲们来个姿态。执行命令。为大家带
战友们、乡亲们，今天我们夫妻俩为大家朗诵一首诗。这首诗是社会主义苏维埃大文豪高尔基的著名诗篇。诗中的海燕，象征着我们经历的艰苦斗争，预示着我们更加美好的未来。战友们、乡亲们，大家掌声鼓励！在苍茫的大海上，狂风卷集着乌云，在乌云和大海之间，海燕像黑色的闪电，在高傲地飞翔。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，一会儿箭一般的直冲向乌云，它叫喊着。就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，乌云听出了欢乐。看出些名堂。在下自幼读的是私塾，国学。参谋长是顾总右而言，在下所说的名堂在于，新四军在谈判之际，又是唱戏又是婚礼，显然是在告诉我们，上清江这块地盘。他们赖着不走，不惜一战，寸土必争。也许吧，他们在这里流过血，故土难离呀。这正好是我们消灭他们的口实。跟上，快点！同志们，快！天亮前进入阵地，快点！咱们的队一定要跑过车轮子，快走！这是勇敢的海燕，在怒吼的大海上，在闪电中间高傲地飞翔。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！新婚仪式到此结束，请大家接着看节目。你们两个终于修成正果了。谢谢你来参加婚礼。宋妍，能不能耽误点时间？我想跟柳少好好聊聊。你看我，可能是跟你们太熟了，我还这么霸道，我都忘了，你现在可是柳少当家的。没有问题。战争打起来之前，你还是我们大姐。您没有。爽儿，我知道你现在没有什么食欲，可这只山鸡，我可是在路上特意给你打的上清江本土风味儿，专门给你带过来的。你终于打响了第一枪，但是打在了本不至于是敌人的人身上。伶牙俐齿，你真会误解了我的好意。姐姐这次来，不是走亲戚看姐妹的吧？柳霜，这一切都成了现实，而且就在明天。所以，我留出了我们姐妹两个人最后说说话的时间。这妹子，你真的觉得你能消灭新四军吗？你们坚持不了多久。
我无暇顾及，只是担心你和小恋霜的下场。哼，现在还又加上了一个宋妍。好，那咱们走着瞧。双儿，也许在我被授予国军少将、挺进纵队司令的时候，你就开始仇恨我，把我当成你的敌人了。对，就是那次大会，不只是我一个人看出了国民党的用心，他们分割了抗日阵营，也分割了我们姐妹。双儿，我向你保证，只要我真妹子在三江一铁，你和宋妍在走投无路时，我都会是你们最好的庇护。这话听起来让人心里很温暖，但是你却说的不那么理智。以你真妹子对我柳双儿的了解，我会求你庇护。很有可能的倒是，有一天这话由我来跟你说。婶儿，你也了解我，我会让你来庇护我吗？是啊，我们姐妹彼此太了解对方了，所以刚才说的都是废话。对，是废话。看来我们姐妹最后的结局是相互死在对方的枪口下。政委，你说团长跟真妹子会怎么样啊？姐妹诀别，明天可就是战场上的敌人了。狼烟乱世，世事难料。他们姐俩这一场，就像共产党跟国民党的真实写照。昨日至情至爱，今日铁血仇人，真残酷。真妹子，在我们交手之前，你能不能让我再看看你的真面目？是因为当年投奔红区种下仇恨的种子，还是因为你真的信仰国民党？我就是想知道，是什么让你向新四军、向昔日的友人和姐妹宣战？不清楚，真的不清楚。不过也很简单，我对共产党没有那么大的仇恨，毕竟事情过去的太久了，更谈不上对国民党的信仰。因为我还是个山妹子的时候，就对他没有什么好感。我信仰我的天良，我只是想让黑风洞随我征战多年、出生入死的弟兄们有个生存的保障，或许呢，还能过上好日子。这也算是我对这半天有个交代。双儿，我说的够明白的，这一切应该都不比我们姐妹的缘分的分量轻。很坦率。天赐怎么样了？他本来我想把他一起带来的，可是实在不方便。你这个不方便，我倒是能理解。这是展雄惯用的伎俩，就像当年逼你加入国民党一样。不过说来也奇怪，我一直很想念天赐，对天赐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近感。说到天赐，有件事情说出来会让你更为震惊。什么事儿？
孩子。爽，今天没有机会跟你说天赐的事了，以后有机会，我一定告诉你。 并且是有准备的突击战。从他们的战斗力判断，应该是支队主力，打得坚定，打得很有信心呐。大有不打中国军誓不罢休的态势啊！是啊，寸土必争嘛。这样，投入预备队2亿迂回，迫使他们放弃阵地。司令高明了。 把他们逼进大山，形成散兵游勇，各友邻部队就会分割围剿。好，好啊！刘小安，到。这到战区，就说夫人的3江纵队已经咬住了新四军的支队主力，无需多时便可击溃。好，并督促友军迅速向我部靠拢合围。是。 奔马，您要注意安全。现在情况已经很严重了，影响我们的2亿迂回，是我们的2亿和纵深没有兵力的配备。哎呀，都怪你啊！非要把全团的兵力都压上去，这打仗怎么能不做纵深防御，留预备队呢？不把全团的兵力压上去，怎么能打出主力的气势？怎么能够迷惑敌人，掩护支队突围？说白了，打仗是墨守成规。 敌人2亿迂回的地势有利于我们，却不利于他们迅速发展兵力。这是一个机会。现在2营、3营各派1连，从2翼进攻，监视敌人；其他部队对1营正面反击，打得越凶越好，迫使敌人收缩。快去！是。 新四军要从我们的正面突围，司令，我们的正面危险了。怎么着？你是怕死吧？司令，全歼新四军是我们此次战役的真正目的，否则我们就是失败。詹主任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国军1个纵队对新四军1个支队，还不能形成围歼的绝对优势。我们必须收缩兵力。 把新四军挡在上清江，不能让他们冲出山外，移换更多的地方。坚持到各友军部队赶来合围。迂回攻势刚刚展开，我们正要得势。参谋长，按他的本。是。敌人害怕了，开始收缩了。好啊，他们守咱们就收。地形力势在我们这边，我们跟他们拉锯，继续狙击，直到支队主力突出上清江。团长，政委，什么情况？已经和司令员联络上了。司令员指示我支队主力已秘密通过山岛18湾向北挺进，命令我独立团伺机脱离战斗，沿途狙击。 佯装我支队主力，将国民党带到大山深处。不要减弱反击势头，让敌人明白我军的意图，坚持到天黑就撤，向上清江腹地边打边退，继续吸引敌人。是。就。我们没有辜负司令员的任务，也没有辜负一场婚礼文明戏。双儿，
我当时真是担心呀，担心你会感情用事，不接受林司令员的这种安排。对不起，其实我确实没有真正接受司令员的苦心，让你一场假婚礼能够麻痹敌人，让敌人产生错觉，以为我们大意了，能够让我们的支队主力金蝉脱壳，我很满足。夫人，新四军的阵地上没有任何动静，对咱们白天的攻击很沉得住气呀。天亮强攻，必须打破他们的阻击。是。司令，以在下之见，打破他们的阻击不如焦灼着，等我们的友军赶来，就是他们的10倍，就可以形成威。参谋长，臣不知道这司令到底在想些个什么。打破新四军的阻击，而不等友军赶来合围，结果只是击溃敌人。我看，司令是想在乱军中网开一面，放林峰和柳双儿这些个匪魁一条生路。这在明眼人看来，显然是个算计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司令的纠结可以理解，但眼下他是义军主帅，掌握着战役的全局，临阵火线，又岂能存妇人之心呢？你的这些话跟司令说，我只是执行命令。我不是被他赶出来了吗？那。发现新四军已经撤出了阵地，一定是在昨夜利用了天黑和地势的掩护。方伟，目前还查不出去向。他们退缩了，要么做最后难看，要么退入上清江大山打游击。你怎么不想想，对面与我们交手的根本就不是新四军的支队主力。什么？夫人说他们不是支队主力？你还应该想想，他们制造一场婚礼来迷惑我们，正如你所判断，寸土必争。而新四军的支队主力就在你这种判断下，也许早就突出了我们的合围，离开了上清江。林峰在婚礼上的高调亮相，是个阴谋。你总算明白了，参谋长。把展主任对新四军的误判电报战区。是。哎，你可是纵队的司令官，是你掌握的战役全局。再加上一条，展主任以监军的权力破坏我部队攻击两翼迂回，干扰战局，未能达到合围新四军的战役态势。是，我如实禀报上峰。夫人好智慧，这样的战役结果。怕是你早就想到了吧？反内战，反饥饿；反内战，反饥饿；反内战，反饥饿；反内战，反内战，反饥饿；反饥饿，反内战，反饥饿；反内战，反饥饿；反内战，反内战，反饥饿。游行的组织发起是全市各所学校的学生会，游行的口号是反内战、反饥饿，不排除共党地下组织暗中操纵啊。游就游吧，内战打到老百姓缺衣少食，学生们义愤。二当家的，当年黑风洞扯旗造反，
不也是因为缺衣少食，对这个世道不满吗？夫人诧异啊，当今京口绝不能同昔日上清江相比较。夫人和兄弟们也绝不再是黑风洞草莽枭雄。夫人是三江堂堂警备司令，如此放任学潮，上峰定会责难于夫人。再说，还有保密局展雄一伙人盯着咱们呢。草莽枭雄替天行道，我这个警备司令就该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吗？天赐也是学生，说不定也在右星的队伍里呗。传令下去，宪兵只能象征性的维护市容，胆敢要是对学生动粗。夫人，属下明白。警备司令部的宪兵们根本没有任何措施，反倒像是为游行队伍护驾的，搞得一些大胆妄为的市民们呐喊助威，简直放肆到了极点。真妹子是在同我们保密局京口站唱对台戏。放屁！我们保密局京口站，在他眼里算个老几？他这是在同党国唱对台戏。大是大非，你们的判断变得如此低劣。是，站长，是在同党国唱对台戏。属下还发现，他的公子天赐也在游行的队伍里，居然还大模大样走在前排。你没看错，绝对错不了。下去吧。喂，请接警备司令部司令办公室。说归归就叫。是我说，保密局对社会意识形态负有侦缉约束的责任，同时对警备司令部也有监督的责任。更戏剧的是，贵公子出现在游行队伍中，同他这个警备司令母亲或是国民政府唱起了对台戏。有本事你们保密局就侦缉出游行的后台，或许就是几个共党要犯。敢拿娃娃们开刀，在我这行不通。至于我儿子嘛，他是个学生，在家听父母，在校受教于学。只要他不为非为盗，我这个做母亲的就不会剥夺他接受社会的权利。展站长，这一点你应该明白吧？受教于学，受教于社会，说的倒是好听。我看他身边就有共党分子围着，你看内参了吗？这些共党分子专爱找那些党国要人的公子小姐策反，这类案子也不是一起两起了。哦，对了，加大那个秦妈的工作力度，从她那里发现天赐身边的线索。小心呐，别让真妹子这个党国将领真的为共党培养出个斗士来。
暮雪还是惊雷，梅花不怕风吹，熬过冰雪的疲惫，等待春暖的珍贵。前方挡住了谁？目光没有后退，战火走出的姐妹，越过生命的堡垒。狼烟中的玫瑰，穿过迷雾不能后退，经过不让去美，谁说只会流泪？信仰也有是非，只是我无法奉陪。千山遇上万水，眼中还有热爱，还有热爱。狼烟中的玫瑰，穿过迷雾不能后退，经过不让去美，谁说只会流泪？信仰也有是非，只是我无法奉陪。千山遇上